是我们能力所及。你们在供养佛的时候，供养众生，有时候也要供养众生。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感觉跟布施的这个观念有一点点不同了，所以呢，我们之前我们在这个布施的时候呢，也会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你们即使是布施这些其他人、其他众生的时候呢，虽然是你比较有能力在帮助他，但是呢，你也不能用这种自己是布施的人他是受施的人，就觉得自己比较高一点好像自己比较有能力的人。那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话呢，这种布施呢，就有我们所谓的杂染的成分，不清净不够清净，所以就有点杂染。那么如果我们用很清净的心来布施的话，实际上呢，就包含了一种恭敬的心。所以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广修供养这样来讲这样的一个层次，我们是很恭敬、很尊敬这些受施的人我们不是看不起他，因为有时候我们平常有一句话，人都会遇到困难，对不对有些人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困难了，然后呢，我们刚好不在困难那个状态，所以我们帮助了他。那我们这个帮助，这个所谓的布施呢，就好像一种供养的方式希望他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力量稍微推他一下，那么他就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了他就能够改进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种心理呢，当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就是在做这个供养，包括众生，我们同样是这样的一种心理来供养。所以佛菩萨的心或者佛菩萨的境界跟我们不一样。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佛法呢，或者是我们佛教的这个伦理道德呢，我们都有谈到，然后谈到世间的。那么有时候我们发现到说，有一些人他会讲不同的宗教都有一个叫做普世价值。比如说我们做慈善的事，几乎每一个宗教都会告诉你，都会鼓励你去做。但是为什么佛法又有不同呢？就是因为佛法的修行呢，是要我们一直往上提升，所以呢，我们不会停留在这个世间的一种行持。即使我做的事情是世间的善行、慈善的行，可是呢，我在做的时候，我的心态、我的心灵空间是不一样的，就是跟法，而且呢是跟这种帮助我们提升的这个法相应的。这个如果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不是从心里面去进化了，或者是去提升了，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做的话呢，我们很难做好的你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人去布施，对不对？然后尤其是有一些地方遇到这个灾难毕竟我们有看到很多灾难，有些灾难我们没有办法帮助，有些灾难至少我们可以帮助到的天灾那我们就会去做布施。那有些人很热心，冲着就要去了。你冲着要去做这种事情的人呢，你的心态一定要很好一方面呢，你自己本身有一定的这个坚强度，不然有时候有一些天灾呈现出来的那个情况那个所谓的惨状那个状态呢，你可能会受不了的所以一定做好心理准备。那有一些人呢，他们很这种我们所谓很心里面很单纯
遇到这个事情我冲着去，结果还没有去到那边已经受不了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去救灾，然后去帮助这些人的人直接到现场去的，这个很不简单的，这个你的心态要很好、很坚强的，而且在做的时候呢，你那种好的心态就是你把所有遇到的这些人遇难或者罹难的这些人都要很恭敬他们的。所以你看他们如果是天灾不小心里面有挖到一些已经往生的去世的人，他们把他的尸体拿出来的时候，也不是那种很草率处理的，知道吗？他们一定都设法把它包好然后把它送出来。就是你要有这种心理的这种才是真正在行菩萨道。你要面对这些问题，心里又要坚强，然后又要对这些罹难的人或者是遇难的人又有一种很恭敬的态度假如他是受伤的话，我们更要想尽办法把他保护好，然后要送他，希望说我们这一个帮助呢，就能够让他很快就恢复过来。那么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心态。所以普贤菩萨呢，他告诉我们要广修供养。那么一般上我们讲到供养的时候，都是向上的嘛，佛菩萨但是呢，当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我们也要用这种心理。那么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布施呢，就不是一般的，就不是我们在世间上面所谓的那种慈善的事业，它已经含有一种菩萨道的那种境界、那种心态。那么这一点呢很重要所以呢，这里呢就会特别提醒我们一下。因为多数时候呢，我们也会做类似这样的一种行持我相信每个同学都会做那么在做的时候，这个心态很重要然后在做这种布施的时候呢，供养的时候呢，我们除了刚才所讲的一种外在的有一种形式的有相的一种布施，还有呢，我们也要做所谓的法的布施法的供养，对不对？那么在法的供养呢，像现在呢不好意思我就做一个例子给你们看我就是在做法布施那么在做这个法布施的时候呢，我心里面觉得你们这些同学这个程度那么差，教你们真辛苦然后现在讲的是佛法为谁，又是这个不是世间法，是出世间，因为佛法要讲出世间的嘛世间法呢就包括我们各种我们在世间所学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咯，包括什么科学的什么地理的什么，反正所有的这些学问你们在学校读的包括你们一些同学读到很高了拿到什么什么学位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世间法的布施。那我们讲佛法的时候呢，佛法里面也有世间法，所以我们才讲说有些修学佛法的人是外道因为呢心外求法这个是世间法世间法呢只要是正法都好像说我们修学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五乘供法里面的三种福行、气之坐、气之行法还有六念法，这些呢都是正法。那么这些正法呢，佛法它即使是在世间法，它同时呢它要带你往这个出世间去。所以佛陀说法的时候呢，他在度众生，他契机也契理。他契机的部分呢，就是适应这个众生的根基。如果你这个众生根基不是很利的话，
不是很高的这个根基的话，佛陀他会为你说你听得懂的法啊。如果他说那么高深你听不懂，那你听了等于没有听啊，对啊。佛陀说法在一些经典里面有讲到啊，有时候他讲，有一些弟子听不下去跑了啊，或者是他等一些弟子走了他才说法，因为他知道这些弟子呢，他们根基不够，所以他要契合这个根基。契合这个根基的同时，佛陀的善巧呢，就是他会再开一条路，让你听得懂了以后，同时开一条路，帮助你提升，甚至把这个出世间法的内容也给你知道。那你当时可能没有接受或者不能明白，可是你继续用佛陀的教学，佛陀的这个教法继续学的话，有一天你就明白了，就上去了啊。所以我们才说佛法的布施叫做出世间的布施啊，因为它契机，它也契理。这个理呢，是尽量做到出世间的啊，第一义的啊，这个出世间的这个理。那如果我现在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啊，我现在有点不好意思讲太多哦，有一点像哦，你们说简直就是啊，就是说在做这个法布施啊，那么有这个能力跟你们分享这个佛法。那么在我们的教学过程里面呢，我常常也跟我们的学生同学啊，他们也当老师的啊，有时候他们继续跟我学，那我就会提醒他们，我们在弘扬佛法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认为说我们知道很多，所以呢，我告诉你这个佛法的时候，意思就是你要来，比如说要来称赞我，然后要来，来把我捧起来啊，觉得我很厉害这样。然后有时候讲的时候呢，有意无意之间就让你知道说我很厉害的啊，你们有没有听出我很厉害的啊？这样啊，如果你们听到这样的话呢，就是表示呢，我有慢心在里面啊，也就是有一种把自己高举了啊，有这样的一种心理。那么，所以你们听的人会觉得哇，这个厉害，讲的怎么样？怎么样好？怎么样好？那么有时候你们也做到我们很辛苦的，为什么呢？你看，你们要我上课，你们坐住上又不好意思让我站坐上啊。那如果我坐住上，你们又怕后面的人看不到我，就要把我这个台稍微放高一点这样。比如说我上到这个高台的时候就，哇，高了啊，就高你们没有一等啊，一点点这样啊。那如果这样，因此这样呢，就让我的心升起一种高举的心理啊，那我就很失败了啊。所以呢，我就要尽量的学习说，我是在跟大家分享这个佛法啊，这个也是一种法供养。那么就是要用这个法来供养，但是你们也发现到说，有时候在讲的时候，一直有一点点像说，哎呀，你们不懂的啦，我不用讲那么多啦，你们听不懂吗？听不懂，如果你们听出有这种感觉的话，糟糕了啊，我的这个慢心又升起来了啊。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也不得已了，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毕竟呢有这个程度的这个不一样，对不对？像说，如果我是一个大学生，或者是我拿到一个很高的，比如说博士的学位啊，或者是我这样讲，又不得不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那个学位呢是荣誉博士学位，很容易拿到的，因为我没有去读的哦。那么拿到这个学位以后呢，或者是你自己读书读到很厉害了，那么你要去教学，你发现到说他们把你派到这个小学，哇，你说惨了，真的，我讲的东西他们怎么听得懂呢？那怎么办？你就整天讲他们听不懂的东西吗？不能，你一定要讲他们听得懂的东西。可是你已经学到那么高深了，你又要讲他们听得懂的东西，很不容易的啊。那么你如果是抱着一种真的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教育家，那么你很认真做教育的工作，你还是很愿意去做。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啊，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地区比较偏僻的，那小朋友呢，其实都完全没有机会受教育，然后有时候调去的这个老师呢，学历又很高，去到那边有一点点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是我们又发现到说，类似这样的很多的老师呢，他们愿意留下来，甚至有一些一留呢就几十年，然后呢就把那些开始呢那些什么都不懂的，然后教到他们什么都懂了，然后教就把他们送出去了，教就给他们考，甚至有一些呢考到更高的学位回来。那么这种老师在做的就是一种法的供养，那么因为他所做的呢都是为了这些学生，那么把自己的程度降到很低都没有关系，只要学生受用就好。但是有一些他没有办法教的，知道说学生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接受的，他也不能勉强教，那他也自己受用，然后呢他把学生能够受用的就分享给学生。那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跟我们的学生已经当老师的，我们也会提醒他们，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老师，他们也有在教禅修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只要有学生想要学，我们就要尽量安排时间教他们教的时候呢，可能你自己本身已经用功用到很好了，但是你在教学的时候呢，是从最基础的，然后最基本的方法要教。那最基础的方法其实是最繁琐、最不容易教的、最费神的。教小学真的是很费力的因为小学生、幼儿园的学生、小学生，他们很多还听不懂一些事情的有一些还有很多的那种所谓的这种所谓天真童真直来直往，都不知道自己对还是错，什么都敢做。那么你要去调他们，不容易调的所以这个层次呢，这个学习的这个程度呢，其实是最不容易处理的。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法供养的心理，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然后心里面呢，心态上就是说，我是在跟大家分享，那我所学的东西，我认为它非常好，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我这些也有时候会提醒因为我们的圣严师父不是讲佛法很好，这么好，学习的人这么少我们也现在可以跟大家讲，佛法很好，学习的人这么少，这个不是看不起你们，知道吗？有时候呢，就提醒那些在弘法的人，你们告诉人家佛法好，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觉得佛法好？你自己有没有受用到佛法好？像我们那些教禅修的老师，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受用到禅修的好？你自己受用到它的好，你再跟别人